美元金融霸权走向衰落可以预料，为何几次经济危机做空机构专找中国企业上套？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如何惨遭中介机构白嫖？正义会不会迟到？本视频算是一个警告。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个系列我会分几期讲。那第一期我们就先来谈一谈那些在美国00年、08年的危机前后，曾被诱导在海外上市，却又惨遭资本分食，甚至被做空机构猎杀致死的中国公司。这些历史中既有坐以待毙的无奈，也有绝地求生的交锋。截止4月15号，美国第一次申领了失业救济金的人也有2200万，大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8。所以现在人们再对未来做预测，已经没有人再乐观了。谁也没有预测到疫情会全球化，甚至很多专家现在讨论最多的词是大萧条。要是再持续下去，美国经济感觉也要被大佬凝视，准备被抬走了。像南欧国家的破产老赖四皇，经济基本是100%被抬走的节奏。但是在国内，宏观数据很残酷，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多数企业要跑路，咱们可得坚持住。根据历史数据，我们要想每保持增加170万就业，就需要全年 GDP 增加1%。但我们1、2季度真实的 GDP 甚至会负增长，提供着国内80%的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也十分艰难。我也在想，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的思潮下，我们该如何去重新理解一家公司的价值？在美元金融霸权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我们要如何面对疾风寻找新的机会？近20年，中国中小企业海外上市潮后的做空潮大致有3波。我呢，以做空潮为标准，把它们划分成了1代目、2代目、3代目。会发现中概股被人搞事儿的时间点刚好可以与美国每次爆发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期的时间点相对应。大家都知道，因为美国有着更低的上市门槛，所以近10年朝阳行业、创新行业的创富神话多在海外上演，尤其是互联网公司。但不同的是，面对做空，在2003年前后，我们的1代目中概股公司基本上是被宰杀的羔羊，因为当时被诱导去美国上市的大都是3、4线城市的中小企业，甚至是乡镇企业中的民企。为什么说是被诱导上市呢？这要从2000年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泡沫说起了。当时美股互联网的投机泡沫破裂，再加上糟糕的财政政策，纳斯达克指数在1年多的时间跌到了最低点1114点。而当时中国人民真争气，企业有点小实力，已开始创造经济奇迹，华尔街急需新概念与话题，所以 China Story 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而那时国内很多的中小企业家也刚好度过了筚路蓝缕、移起山林的阶段，即将进入发展壮大期。所以从2000年直到08年爆发危机前，美国的大量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本掮客开始了为期数年的在中国3、4线城市的扫货阶段。当时大量融资中介多数是华人面孔的美国人，他们在那几年的主要活动是走访中国上千家中小企业，并挖掘出可以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这些财富公司实际只有家庭作坊大小，也包括当年的浑水，但起公司的名称都显得很浮夸，比如上面这些曾经在媒体上十分火热，现已患了马甲销声匿迹的公司。这里注意一下，这里没写错，不是雷布斯而是布雷斯。这个槽点满满的百度百科依然存在。正是这些皮包金融公司先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在美国垃圾股聚集的 OTCBB 交易所借壳上市，大赚一笔。未来在做空这家企业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一手导演了横跨10年的做空猎杀中概股的盛宴。产业链条复杂，快周期长。那可能有同学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些中小企业主这么容易被诱惑呢？首先他们在成为1代目中概股之前，这些企业主的典型特征是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英语肯定是不会的。创办企业初期，多数村里都没通网，信息不对称严重，所以只要勤劳肯干、肯打拼，都可以把企业做得不错。但公司很快进入了发展阶段，有融资需求了。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创业板、新三板这些融资渠道，银行贷款也不易，所以美国低上市门槛的故事对他们无疑有着巨大吸引力，甚至误当作资金流短缺的救命稻草。再加上那代人对美国梦的相信与向往，很容易听信这些融资中介的承诺。这些企业家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创业了半生，本想再干成最后一单，竟会成为张三，牢底坐穿。比如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也是浑水做空的成名之战，23天就被搞退市的绿诺科技。上市前曾是环保设备领域的行业之星，连续4年销售额实现100%以上的增长。创始人邹德军也算是从乡土中打拼出来的创业者。上市前公司理事根本找不到一个熟悉美国市场的财务官的，但在中介机构以及
的极力推荐下，选择了 OTCBB 转纳斯达克的上市路径，并且财务官、审计师事务所、投资者关系公司全找的中介推荐的链条上的服务机构。后来从媒体的文字得知，邹曾对帮助他上市的中介公司说过，你说的我都不懂，但你是朋友介绍的，那咱们就是哥们儿，就按你说的做吧。不会英语的他，基本的工作日常也变成了每月都得飞去美国处理投资者关系。虽然成功实现了上市，但2年内换了4个财务官，这行为如同在青青草原上裸奔了，简直是那些做空公司梦寐以求的狩猎对象。浑水在蹲了绿诺多年后，于2010年11月10日抛出做空报告，股价先后从15.52美元到3.15美元。最主要的攻击点是通过绿诺在中国的纳税额过低来判断营业额造假，以及技术低于行业标准、行业竞争严重等问题。实际上，中美在税款延缓上交上是完全不同的机制，采用不同的算法，算出来的肯定也不一样。可是期间邹德军直接懵了，竟然没有及时回应，推迟了投资者电话会议。后来为了缓和大家，又承认了一些与报告中不相关的错误。这一承认，股价还没稳住，紧接着集体律师诉讼函就来了。绿诺为了应对，只好请国际大行来做调查报告。国内地方政府询问情况时，邹也没来得及寻求支持。高额的审计费用让这个本不富裕的企业雪上加霜。当付出了1000万美元以上的审计费时，对方还要每日加价。而绿诺进入资本市场这些一年，一共才融资1亿美元。于是仅仅23天，绿诺就被浑水猎杀致死，直接抬出了纳斯达克。后来接二连三，有很多公司都上了暗杀名单，上面的王下七武海都遭受了不少波折，有几家退市后还是从棺材中跳出来，有的就彻底成了刀下鬼了。当然，那些被猎杀后无声无息死去的小公司也是很多的，前后足有数百家。后来的很多国内媒体对此的评论是，这些企业多有财务造假，罪有应得。我觉得这有点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感觉啊。当然3代目企业中的瑞幸那是活该的，这个我们以后再说。造假的结果是事实，但以上述公司为代表的大量资本掮客们，千方百计地引诱很多财务明明不达标的公司强行在 OTCBB 上挂牌，帮助没有财务能力的公司过度粉饰，并向完全不懂的企业主允诺这样是没有风险的，这也是事实。 OTCBB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一个基本没任何门槛但高风险廉价垃圾股偏多的交易所。当年这个市场里平均股价低的时候曾经达到过 0.9 美元。理论上虽然你努力也可以修仙升级到纳斯达克，但很难。多数一代目企业家只知道美国上市牛逼，但对它与纳斯达克和主板的区别感受并不深，不知道其实是个垃圾市场。虽然百度上的纳斯达克，阿里上的纽交所，我上的 OTCBB，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程，上市就是万事大吉，人生进入新阶段，这跟等我考上了大学就能痛痛快快玩了的逻辑是一样的。况且结果还是他考上了清华，你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地瓜。当一直有人千里送人头，屡试不爽之后，他们就开始流水线生产。因为需要用反向收购借壳上市的方式操作，他们就定期搞垃圾壳，翻几倍甚至几十倍卖给一代目们。在15年前，国内买壳费用加服务费用一般都要数百万美元，另外还要求获得公司15%左右的股权，以便在上市后过了锁定期，股价处于高点时套现退出。为了增强信任感，像沃特财务集团还花钱请过美国总统小布什、卡特等人站台。狂热的中国企业家们并不知道，其实在当年花50万美金就可以请到这些人。等标的企业越来越多时，一个很长的产业链就形成了。融资中介首先帮助这些公司上市，把股价包装到最高，后期又会加入做空阵营开始做空。毕竟这些数据都是自己曾经亲手运作的，比如大名鼎鼎的做空机构 Alfred Little 就是曾帮助国内企业海外上市 EOS 基金的原班人马。股价下跌获利后，立刻联系产业链上的律所发起集体诉讼。如果做空者是饿狼，那律师团就是秃鹫。当你面对律师函吃瘪吃懵逼的时候，自然无力招架，股价继续跌，进入恶性循环。这些惨案持续了几年后，时间终于来到了2012年7月18日，先前猎杀中概股屡屡得手的浑水终于向新东方出手了。发出做空报告后，当日股价大幅跳水 35.02%。浑水的创始人在中国生活多年，为了做这种生意也苦学了多年中文，但他没想到这次搞的企业的创始人会英语了，而且还挺溜的。另外就是这家公司竟然真的没有大量做假账。浑水质疑的主要几点大致是：加盟费收入未披露 ，VIE 结构有风险，怀疑新东方是官方机构，以及新东方北京纳税额不够，有税务造假嫌疑。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人的纳税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我能联想到的只能是另一名如假包换的加拿大籍。
华人。对，他就是10年后3代目中概股的代表，瑞幸咖啡董事长诺尔曼·陆正耀，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人喝咖啡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骗子精神，搞事精神。回到新东方，报告出来后，于老师与2代目们不同，第一时间就发布了微博澄清，并持续与投资者沟通，多次打脸浑水。第2天就召集了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一线企业家朋友，迅速筹集3亿美元帮助拉升股票，当天止跌，并从9美元拉到了12美元。紧接着请来网易首席财务官李廷斌和北大国际 MBA 美方院长杨壮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对浑水的各种指控进行独立评估，来反击做空。请大家弹幕专业团队。浑水大量事实错误、误导性的猜测一一被拆解，最后俞敏洪启动增发期权的机制，携众高管3个月内再次回购5000万美元的存托股，并向市场承诺长期持有的信心。如果在今天以10年的尺度观察此事件，虽然新东方遭受损失，但当初的浑水的报告以及新东方展示的财务上的专业性，让它成了华尔街家喻户晓的公司，为接下来10年的股价飞升打下了基础。同样是12年，香园做空360，连续指控6次后遭360反杀。3年后，安利与国际做空机构的对弈更是展现了世界级的水准。这些机构以及背后的资本，当时估计怎么也没想到，短短不到10年，美国的商业改变微乎其微，中国却犹如沧海桑田。这些卓越的创始团队仿佛一夜之间有了与华尔街世界级的经理人对弈的能力。事实上，在与做空机构抗争史中的2代目们，大致对应的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5、第6代企业家。虽然与惨遭猎杀的1代目们都有着传奇经历，同样慕甚与至疾风，但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令人唏嘘的悲情英雄。虽然很多创始人依旧出身平平，但已经大都是高学历、高资历，而且他们的企业也没有因时代产生的产权不清的棘手问题。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步流星，也让这10年有大量华人归国，担任1线基金的执行合伙人，为本土企业家提供经验与智力支持。虽然这些事件的涟漪与同时代4大行上市的鼎沸笙歌以及民企重型化的慷慨悲歌相比，只是一个小插曲，但这些旋律总让人熟悉，他们共同组成了改革开放曲折跌宕、波澜壮阔的激扬乐章。而在今天逆全球化的思潮下，当只让精英获利的自由主义不再是朗朗上口的圣歌时，价值的故事也将重新书写。我个人也认为，新一代中国的公司对价值的定义会有更远期的愿景，具有真正核心技术的公司也将不再热衷赴美。未来10年也是中概股私有化重返国内市场的黄金10年。请看下集：移动互联网大潮下的做空之战。